大宝丢掉大脑 ，SE 全新地图彩云海岸超大型解谜速文任务之彩云三叠的胎教级攻略教学来喽！4个大环节 ，N 个小环节，甭管它解谜有多难懂，线索有多模糊，别的脑子直接坑。跟完觉得不高兴，你直接在评论区里喷我，暂时用不上也可以先点收藏。所有解谜难点我已经在进度条给您标好，中途卡关随时回来看，一定能帮到您，我亲爱的小老板。那么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要想开启这个速文任务，我们需要先完成主线任务第9章最终试炼，解锁彩云海岸区域。当任务完成，地图解锁后就可以接取这个任务了。首先跟着大宝在这个逍遥游页面点击速文，点击速文固影，点第2页最后一个，点击前往追踪。追踪好了之后呢，我们传送到速文固影右下角的传送点上机亭啊。如果你没有开的话，你就跑过来开一下，反正迟早要开的。那么跟着大宝传送过来。好的，传送过来之后呢，我们右转视角看往这一个西北方向，瞄准我们追踪的固影点位，骑上滑板往前走。在这里长按空格放手，哎，卡头了。我刚想说这个版本的滑板很好用，结果就表演了一个很尴尬的场景。好，我们来到这个固影点位，重现一下固影9。重现好了之后呢，稍微低点头往前跳，看到有一堆学生在这排队，对不对？在这里我们能接到彩云三叠，我们也来排个队。请问这是在做什么？我也不知道。动画我们就直接跳过了。OK， 在这里我们就能接到这个任务，需要我们去完成6个玲珑塔。但是呢，我们当前所在的这一座玲珑塔还没有修好，我们需要先去完成另外5个玲珑塔。直接关闭提示，打开地图，在左边的筛选按钮点击探秘，把这个试炼点位给它筛选出来。当前位置1个，然后下方1个，左上角1个，在左上角1个，右上角1个，右下角1个，就这6个，我们就按这个顺序来，好吧？首先追踪当前点位下方巧才之路点使的这个试炼点位，然后点击前往追踪。追踪好了之后呢，直接关闭地图，接着左转一点点视角看往这个南方向偏西，骑上滑板去到我们的试炼点位。跳下来之后呢，在我们的右前方会看到一个蓝色的光圈，对不对？我们飞到这个蓝色光圈这里，在蓝色光圈处我们可以激活这个玲珑塔，直接开启挑战。欢迎来到玲珑塔试炼。动画直接跳过，它会自动给我们传送到这个塔的上方这种能移动的踏板上面去。传送上来之后呢，先在这里挂机20秒。先不问为什么，听我的。好，这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弹道开始循环起来了，对不对？接着我们左转视角，来到这一个机关的屁股后面会有一个踏板，我们往踏板这里走，踩到踏板上之后，攻击一下我们旁边的这个机关，点一下就好了。踩到踏板前面的这一个护盾会打开，第1轮解谜就完成了，一共有2轮解谜。第2轮开始之后呢，我们先右转视角，面朝这个防御塔，然后往右边走1、2、3、4、5、6、7、8、9、10步，你会发现在这一个炮塔后面还有一个机关，对不对？我们先走到后面的这一个机关，勾引炮塔攻击我们。来，往这边走，跑到最后面的这一个机关后面，然后同样在这挂机一会。炮塔攻击我们之后呢，它会在这里囤着球，囤个1、2个球就可以了，我们就可以重新回到这个炮塔的正面。现在我们在背面嘛，来囤第2颗。囤2颗就够了。接下来我们重新回到炮塔正面的机关，在它的屁股后方有个踏板，我们踩到这个踏板上面，来到炮塔正面的这一个机关，它的屁股后方有一个踏板，我们踩到踏板上，接着右转视角攻击中间的这一个机关，让它进行一个折射，就可以完成这个解谜。就可以完成这个解谜。原理你们就不要管了，跟着大宝把大脑丢掉就好了，好不好？只要能完成解谜，怎么做都是 OK 的。脑子又丢掉喽！搞定这一个试炼之后呢，记得左转视角进到这一个防御塔中间，拿到宝箱，不然最后你的经验会少哦。一定要记得拿到宝箱。这里有个金桥宝箱，拿好这个金桥宝箱之后呢，我们打开地图，追踪当前点位左上角的这一个妙法之路使，点击前往追踪。追踪好了之后，我们关闭地图，走出防御塔，然后左转视角。看往这个西北方向，骑上滑板往那边走。因为有了追踪，所以我们应该是不会迷路的，直接往这一个试炼点位跑就好了。
，BOSS 我们就不打了。回长按空格跳起来，耶！好，来到试炼点位，在我们的左前方蓝色光圈，我们过去解锁一下，开启这一个试炼。动画就跳过了。能量注入，玲珑塔挑战开启，玲珑塔核心已激活，静待击破。飞弹寻迹而来。好，试炼开始之后呢，我们先看往这一个防御塔，你会发现它有个盾牌，对不对？面朝防御塔，右转视角，你会看到这里有个踏板，我们需要来到这个踏板这里，来踩到踏板上面，然后等待这一个防御塔攻击我们，它会攻击到这一个棱镜，然后棱镜会传送。哎呀，我语速都没有它传得快，反正你踩到踏板就能完成第一轮的解谜，好吧？好，第二轮的解谜方式是我们左转视角会看到在中间有个踏板，对不对？我们来到踏板的旁边，踏板瞄准的这个位置，踏板的右边，站定之后呢，右转视角瞄准这一个盾牌，看往这一个防御塔。我们需要勾引这一个炮塔打我们的同时，能够打到这一个左边的机关上面去。这一轮应该是来不及了。那么下一轮他过来，炮塔打到机关上面的瞬间，我们赶紧去踩这一个踏板。这么说能理解吧？就这一轮，它一发射我们就往右边走，踩到踏板上，利用这一个传送直接完成解谜。一步三算，谋定而后动，自能迎刃而解。OK， 这样子的话，这一个塔我们就搞定了。记得来到塔的中间拿到宝箱，一个精巧宝箱。那么拿好这个宝箱之后呢，打开地图，追踪当前点位左上角的这一个五郡之路点10啊，点击前往追踪。追踪好了之后，关闭地图，直接往我们追踪点位跑就好了。先走出防御塔，然后左转视角看往西北方向，瞄准我们追踪的点位往前冲。这是第3个玲珑塔了，不要掉到下方哦，记得走到路上去。好，沿着路一直往上走，就来到了武道学院的玲珑塔。同样是摸到这个蓝色的光圈，开启挑战。动画跳过。第二轮的解谜，我们上来的时候不要动，先吸收一颗炮弹。那这个应该是最简单的一个了。首先我们需要拿起我们右前方的机关，给它拿起来，牵引。牵引起来之后呢，你会发现我们上面的这一个圆盘正在转动，对不对？当它这一个空转到我们的脸前面的时候，踩到踏板上给它定住，然后攻击防御塔，就可以完成第一轮的解谜。打回去，哈哈，痛快！再破玲珑塔的核心，又有何难？而第二轮解谜呢，我们需要先吸收炮弹，然后左转视角攻击这个折射装置，让它直接射向防御塔。我们目前是踩着踏板的状态，所以盾牌是打开的。那么这里有可能会出现一种状况，你们的这个折射装置的位置跟大宝的不一样，因为如果我们踩踏板的时间不一样的话，它这一个圆盘是在转动的，所以你就需要把这个折射装置停到防御塔的正面。那么踩踏板是停，下踏板是动，这里我们就稍微观察一下，感受一下。好，当你觉得差不多的时候，你就踩到这个踏板，踩上来，然后攻击它一下。像大宝这里一下就折射成功了。那如果你没有折射成功的话，你就微调一下，好吧？这个问题不是特别大。那么搞定之后呢，千万记得进到塔里面来，拿到精巧宝箱，不然最后的奖励会少经验。来，我们往防御塔里面走，拿到精巧宝箱，把它们当做旅途的记忆吧。搞定这个试炼点位之后，我们打开地图，接着追踪当前点位右上角的五郡之路中啊，点击前往追踪。追踪好了之后呢，我们不用传送啊，直接从这里往上跑就好了。关闭地图，然后走出这个防御塔，右转视角看往这个东北方向，骑上滑板往前走，沿着路一直往上冲。它没有分岔路口的，所以我们只需要沿着路走就好了。来到这个试炼点位，点击开启挑战，绕过去，动画直接跳过。
OK， 上来之后呢，我们右转视角跳到上面一层，来往前走，一个勾手勾上来。在上面这一层，我们可以拿到一个可以吸收炮弹的机关，给它进行一个牵引。然后呢，我们左转过来，稍微吸收一下这个能量。OK， 吸收好能量之后呢，我们左转视角来到左手边的这个棱镜后方，跳下来。在后面呢会有个踏板，我们踩到这个踏板上面去。踩好之后呢，一个回头，利用我们吸收到的能量去攻击正在移动中的这个棱镜啊，攻击它，让它传送过来，就可以完成这个解谜。这是第一轮，我们还需要做个第二轮。来，首先不管你现在是什么朝向，我们先面对这个防御塔。面对防御塔之后呢，左转视角往下跳一层，拿着这个机关，不要放手啊，拿着机关往下跳一层，然后右转视角再次面对这个防御塔。我们需要把手上的机关放到这个上下移动的棱镜后方，跟着大宝来，给它放到这里。这里你一定要记得抬头确认一下防御塔到底能不能攻击这个上下移动的棱镜，确认能攻击到再走啊。如果攻击不到的话，我们就进行一个微调啊，把它拿起来，再调整一下位置，直到你亲眼看到这个防御塔攻击到棱镜，我们再走。好的，向大宝现在已经确认了，对不对？那么接下来我们右转视角，跳到上面一层，来跳起来勾手，怎么给我拿起来了？OK， 这里应该也是可以的。来，我们跳起来，勾手，勾上来，勾上来之后直接踩踏板就好了。真男人从来不回头看爆炸，稍等片刻就会完成这个解谜。怎么样，屌不屌？哎呀，反正你们不用管原理是什么吧，你就跟着大宝做就行了，好吧 ？OK， 来，我们进到防御塔里边，拿到这一个金条宝箱。那么拿好这个金条宝箱之后呢，这里会触发一个问记任务的线索。那么大宝就不在这期视频带你们拿了，在更完述文之后，我会马上去更新这一个问记任务，好吧？那么接下来我们打开地图，最终当前点位右下角妙法之路点中的这一个试炼啊，前往追踪。追踪好了之后呢，我们关闭地图，走出防御塔，然后瞄准这一个东南方向，骑上滑板往前走。来到我们追踪的点位就好了，不管你飞也好，跳也好，还是应该没有别的方法了吧？除了飞和跳还有什么办法？来到试炼点位，走到防御塔的正前方，激活一下这个蓝色的激光。什么激光？激关。激活这个激关之后，我们就开启挑战。能量注入，玲珑塔挑战开启，转移棱镜激活。魔道能量传导功能启动。玲珑塔试炼，有什么？这个也是看着唬人而已，但实际上不难。你会看到很多镜子，对不对？我们不用管。首先跟着大宝面朝防御塔，面朝防御塔之后呢，右转视角会看到我们右边有一个圆形的这一个棱镜，对不对？我们人站到圆形棱镜后面来。站到棱镜后面来之后呢，左转视角你会看到在我们的左手边有一个踏板，我们需要在防御塔攻击脸前面的棱镜的时候，马上跑过去踩踏板。这么说能理解吧？那么你就瞄准这个防御塔，看它什么时候攻击，蓄力了，攻击了。我们在它蓄力发射的那一瞬间往左边跑，来，预备备，走。OK， 以一个老年人的步伐跑了上来，打开了盾牌。你可以发现这个时间是完全足够的，对不对？就这点难度，这样就搞定了，是不是很简单？玲珑塔核心也是轻而易举。那么第二轮的解谜方式是，不管你现在朝向什么位置，我们瞄准这一个防御塔。好，面朝这个防御塔之后呢，我们右转视角会看到在最右边有一个左右移动的圆形棱镜。我们先走到这个角落，走到这个角落之后呢，左转视角再次看往这个防御塔，看往防御塔的这个视角，我们稍微左转一点点，会看到在我们这一层有个踏板。我们需要怎么做呢？我们需要在防御塔攻击我们的瞬间跑开，跑过去踩那个踏板，然后这一个炮弹就会射到我们身后的这一个圆形棱镜。啊，这么说一遍应该能理解了吧？好，等它蓄力发射，马上跑去踩踏板。就可以完成这个解谜啊，是不是非常简单，不堪一击？
OK， 搞定之后呢，千万记得进到这一个防御塔里面，拿到试炼宝箱，一个精巧宝箱。拿好之后呢，我们打开地图，还剩下最后一个玲珑塔，我们追踪当前点位右下角的这个巧才之路点中。当我们完成这5个玲珑塔之后呢，巧才之路就修好了。接着老规矩啊，关闭地图，走出防御塔外面，然后右转视角瞄准我们追踪的方向，东南方向，骑上滑板往前走。不管你是飞也好，跳也好，总之来到我们的试炼点位就好了。往这边跑，冲冲冲，咚咚咚，失去暂时在行动，冲啊！旋风冲锋龙卷风。OK， 来到试炼点位就会触发这个动画，动画我们就跳过了。接下来激活旁边的蓝色光圈，开启挑战。欢迎来到玲珑塔试炼。这一个巧才之路应该是最复杂的，但实际上跟着大宝丢掉大脑嘛，别动脑子了，大宝怎么做你们怎么做好了。好，首先前面有一个元歌傀儡在我们的右前方，当我们去摸这个元歌傀儡的时候呢，它就会传送到别的位置。那么我们走过来摸它一下，触摸。触摸完成之后呢，它传送到了这个防御塔的中间。好，当这一个元歌傀儡你摸好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左转视角会看到，在我们左手边有一个机关啊，不要攻击它啊，给它调回来，给它调回来，手太快了。好，我们再走一遍台词，来，3、2、1，在我们的左手边会有个机关，不要攻击它，我们站到它的身后去。勾引这个防御塔攻击我们，它会打到机关上，然后进行一个折射，就可以完成第1轮的挑战。操控傀儡，看它天然一步，多么美妙！那么第2轮就比较复杂了，如果你们想听正确的解谜方式的话，大宝也可以教你们。但这里先给你们讲一个邪修的方法，会更加简单，没有视频演示啊，单纯我用嘴巴给你们描述啊。首先我们需要攻击一下我们当前面向右前方的这一个机关，它就会往右边转，瞄准中间的机关，然后我们切到萌芽，飞到右前方的这一个机关身后，勾引炮塔攻击我们，它会直接打到机关上。这样子就可以直接完成解谜了。当然，这是邪修的逃课方法啊，并不是正常的解决方案。那么接下来正式开始。首先呢，我们需要先去防御塔中间，把这一个元歌傀儡给它摸一下，它就会传送回来。来，我们先来到防御塔中间，摸一下元歌傀儡。摸完之后呢，我们回头重新跳到这个踏板这里。跳下来之后呢，元歌傀儡又回到了第1轮解谜的位置，对不对？然后接下来我们面朝防御塔，左转视角走到这一个机关身后，走过来之后呢，防御塔会攻击我们。你会发现我们的这个折射机关在和对面的折射机关进行一个互射，在这里我们多囤几个球，最多只能囤4个球啊。当我们4个球囤好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右转视角来摸一下这个元歌傀儡，但你们要先看大宝操作啊，不要着急自己摸。走到元歌傀儡这里，记得当这一个球往左边射的时候，我们进行一个抚摸，抚摸的同时马上右转视角攻击右边的这个机关，这么说能理解吧？好，那么我们看这个球，先往右边射，在往左边射的同时进行一个抚摸，抚摸的同时攻击右边的这个球，让它进行一个折射，当棒就可以完成这个解谜了，完美。那么6座这一个玲珑塔全部搞定之后呢，在这里就会进入一段动画了。如果你们想看剧情的话，可以稍微暂停视频看一下，大宝这里就不看了，直接跳过了。好，一长段对话全部跳过之后呢，我们就完成了第1环节磐石之书。接着一定记得任务完成的时候要拿到旁边的这个珍稀宝箱，拿好珍稀宝箱之后呢，会获得一个载具，并且要记得进到防御塔里面去拿防御塔的这个试炼宝箱。那如果你没有拿这个宝箱的话，你打开地图可以看到你的这个试炼点位，是没有打勾的一个状态啊，就是没有完成，你最后会少经验的，好吧？一定要记得进来拿到这个精巧宝箱。
那么第一环节结束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打开地图，传送到当前点位上方荣耀塔的这个传送点，跟大宝传送过来。接下来我们去完成第2道谜题。传送过来之后呢，一个大回头，在我们的左前方会有一只学士鹅，西北方向，和学士鹅进行一个对话。我其实是你竟然是为了夫子的谜题，那我来给你一项终极考验。我配他们？可是，请告诉我，你可以向我提问，我会用是否或无。这个提问你们跟着大宝选就好了。选择第2个，金麦穗是陷阱吗？接着再选第2个，附近有其他人干扰吗？接着选第1个，是守护机关出问题了吗？这么看来，并非。接着选第3个，巧手瓜操作失误。其实到这里就随便选都可以了，因为这3个都要点一遍的。也就是说3个人都出问题了。我已经知道那天真相是什么呢？不重要啦。只想你解开了你的队伍。星之队，我们是星之队，这份领悟，我是星之队最靓的仔。刚刚的推理，谢谢。刚才我们完成第1环节的时候呢，是丢了吧？是怎么解？发生什么了？小九九这一段对话很长啊，但也没有办法跳过。其实这个鹅是他们的主菜啊，选第2个。其实选哪个不太影响。是吗？好吧。然后就会给我们派任务了，需要去完成3个试炼。同行之气，年轻的学子。OK， 素文任务再次进行一个更新。丢失的钥匙，我们需要去找到这3个人。那么我们不用管他的引导啊，跟着大宝丢掉大脑，我们直接打开逍遥游，点击素文，点击素文右下角的素文顾影，然后这3个人所在的位置分别对应着顾影1、顾影2和顾影3。我们这次追踪顾影1。追踪好了之后呢，点击前往追踪。接着由于大宝这一个顾影下方的传送点没有开，那我只能传送到顾影右边的这一个云龙湿地。那你们一定要记得先去把传送点开了啊，因为在最后有一个环节我们需要用到这个传送点，好吧？我们就传送到云龙湿地，从这边出发。传送过来之后呢，我们左转视角看往正西方向，我们顾影追踪的位置，骑上滑板往前走。它是在高处的，我们想办法往上爬就好了。200米不算特别远。来，蓄力，放手往上飞。现在这一个滑板真的蛮好用的，长按蓄力能跳很高。哎呦，卡住了。接着往右边拐啊，反正不管怎么来，你们只需要来到这一个营地就行了。来了营地之后呢，直接进到里面去进行一波战斗。在这里我们会完成一个问计相关的线索，同样是进到里边来开打就行了。OK， 战斗完成之后呢，和这一个 NPC 进行一个对话。对话完成，我们直接跳过就好了。接着再次进行一个对话。会给到我们信息，2楼的帐篷里似乎有动静，让我们去看看。先别着急去2楼，我们先左转视角看往这个西南方向。在这边的这个帐篷门口有一个宝箱，一个试炼宝箱，记得拿金条宝箱，是给源流经验的。拿好之后呢，右转视角看往这一个北方向，我们追踪的顾影点位，跳到2楼帐篷，进到帐篷里。进到帐篷里之后呢，在桌子上我们能拿到同行之气碎片点1。旁边还有个 NPC 林出萌，它是和这一个问计任务相关的。这一个问计任务的线索我们必须要做啊，因为它涉及到其中一个顾影，也就是我们追踪的这个顾影1。如果我们不做这一个问计任务的线索的话，是拿不到顾影1的。那么我们和旁边这个 NPC 林出萌进行个对话。跳过。跳过之后呢，我们一个大回头出门，跳到下方来。然后在我们的左手边，2个妹妹在这沟通着，我们走过来和她们进行一个对话。冯薇嫣，这是怎么回事？作为记者，勇气可嘉。
好，拿上这把钥匙去让这一个小老弟醒一醒。我们跟着这2个 NPC 走到这一个昏倒的 NPC 身边，和他进行一个对话。陆有杰是吧 ？OK， 这一次对话完成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获得一个问记的线索：彩云周刊的第4节。龙潭虎穴接黑幕，并且在我们的左前方这一个孤影刷新出来了，这是我们的孤影1，来进行一个重现。重现好孤影1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去进行下一环了。打开我们的逍遥游页面，点击速文，点击速文孤影，追踪孤影2，然后点击前往追踪。接着跟着大宝传送到孤影上方的最大的这一个传送度时，跟大宝传送过来。OK， 传送过来之后呢，我们左转视角看往这一个南方向的试炼点位，瞄准我们追踪的孤影往这边走，骑上滑板，来到试炼点位，同样需要进行一波战斗，把小怪先全部清理了。好的，清理完成之后呢，我们看往这一个东南方向往前走，在这里会有一个黄色的机关门，我们摸门口左边的这个机关，打开门口，前面是一个地下室，我们需要进到地下室里了。等门口打开之后呢，我们就往里面走，进门右转下地下室，会听到有一个工卫层在这说话，继续右转进到里面来。接下来同样是需要进行战斗，对话我们就直接跳过就好了。跳过之后把这个红白双煞给他干了。OK， 怪物全部干掉之后呢，左转视角看往这一个西北角落会有一个固影加上一个试炼宝箱。我们先重现固影，再拿到这个试炼宝箱。拿好宝箱之后，右转视角看往东方向去找 NPC 进行个对话。对话完成，点击跳过。在这一个控制台这里，我们就能拿到同行之气碎片，点3。拿好这个钥匙碎片之后呢，我们右转视角看往这个西南方向，在这个木桶上面还有一个任务道具，你们愿意拿的话可以拿了。由于它和这个速门攻略无关，所以大宝就不拿了，好吧？那么接下来再次打开逍遥游页面，点击速文，点击速文固影，追踪固影3，点击前往追踪，接着传送到固影点位左上角荣耀塔这个传送点，跟大宝传过来。我们从这边过去会更快一点。传送过来之后呢，稍微右转一点点视角，瞄准我们的这一个固影点位，直接往下跳，然后开伞。这时候你们可以感受一下啊，这个开伞和之前的开伞是完全不一样的，飞得老快了。当我们飞到这一个试炼点位头顶之后，就可以放手了。在快落地的时候，记得切换一下武器，就不会摔掉血。然后看往这一个东南方向，前面有个帐篷，对不对？进到这个帐篷里，进到帐篷里面之后呢，和 NPC 进行一个对话。这是一个假的 NPC。跳过对话之后，会有人来告诉我们啊，他是假的，他是破门生。然后这哥们就不演了啊，老子不演了，早就穿的不耐烦了。接着我们就需要进行战斗了，把他干掉。打了第1轮他还不服，可恶，是你逼我的，他就开始下毒了。但不要紧，刚才不是有个好心人提醒我们有问题吗？他会给我们解决方法。好，当出现这一个毒气之后呢，我们右转视角，一个大回头看往正东方向，你会看到这里有绿色的光圈，我们进到光圈里就不会受到毒气影响了。接下来跟着光圈往前走，去排雷啊，把这些毒罐全部给它打开。这是第1个毒罐，靠近之后等它停住，稍等片刻啊，不要着急。刷出小怪记得清理一下。排了第1个毒罐之后呢，这一个绿圈就变小了。我们跟着绿圈继续往前走。你这小丫头从哪弄的解药啊？不管，我们就负责战斗就好了。排毒这种事情就交给这个小妹妹就行。
然后这个毒圈越来越小了，我们切换到伽罗长弓形态往前走，刚好契合这个毒圈。草药已经完全失效了，那怎么办呢？不要紧啊，在帐篷里有几包药草。那么我们就在第3个毒罐这里右转视角，看往东南方向，进到帐篷里。进帐篷里，在桌子上牵引这一个药包，然后跑出来，先战斗啊，把这些小怪全部清了，不然的话它会影响我们行动。清理完成之后呢，继续牵引这一个药包往这一个 NPC 方向走，然后进行一个安置。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完成这一个试炼的解谜了。OK， 跟着 NPC 往前走，记得拿到宝箱。就把他们。好的，拿好这个宝箱之后呢，我们先左转视角看往这一个东方向，跳上来往前走，在这一个帐篷下面能拿到孤影山。拿好孤影山之后呢，我们一个大回头看往正西方向往前走，走到这个门口。这一段是大宝后期补录的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追踪的孤影山，然后还漏了孤影山。切换一下素材，来到这个西方向门口，重新和这个 NPC 进行一个对话。邢飞鹰，同学你没事吧？没事，就是呛着了。跳过对话，跳过对话之后呢，我们就看往这一个西北方向，看到这一个真兽旁边会有一个钥匙碎片，我们走过来，就在门口的下方。能拿到钥匙碎片2，拿好之后呢，不要着急走，还是西北方向，在这条路的尽头有个固影，这是固影5啊，往前走，拿到这个固影5。OK， 拿好这个固影之后呢，我们的3个任务道具就全部凑齐了，其1、其2、其3全部拿好了，对不对？接下来我们就需要重新回到荣耀塔，打开地图往上拉，传送回荣耀塔。传送回来之后呢，一个大回头，重新来找到这个学士儿，和他进行一个对话。是我。是你呀，怎么样？提交同行之器。找是找到了，拿到的时候，让我动画我们就跳过了，这是你应得。他给我们合成了一个完整的同行之器。这一个环节也就结束。接下来第3道谜题，需要我们去找鲁班大师请教一番。鲁班大师在巧才之路点中的那个玲珑塔，我们直接在这一个任务页面里面进行一个追踪就好了。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打开任务页面，你就打开地图，最终当前点位正下方的这个试炼点位，也是我们做的最后一个玲珑塔。接着传送到最近的度时，传送过来之后呢，我们右转视角，一个大回头看往西北方向。瞄准我们追踪的试炼点位，往上跳，来到试炼点位。OK， 过来之后呢，在这个防御塔的左边就能找到鲁班大师了，和他进行一个对话。分叔，塔的情况。这里我们就直接跳过了，获得任务道具成就的钥匙。好，和鲁班大师对话完成之后呢，我们打开地图，在左边的筛选按钮往下拉，找到场所，给它勾上。勾好之后呢，追踪一下我们当前点位右下角的这个山洞旧将坊入口，点击前往追踪。追踪好了之后，传送到入口左下角的这个传送点上机亭，我们从这边出发。传送过来之后呢，左转视角看往这个东北方向，瞄准我们追踪的洞口位置，往前走，骑上滑板往前走。直接跳到海边，不要害怕。来，跳到海边。跳到海边之后呢，一个大回头看往这个正西方向，洞口在这些树叶当中比较矮的位置啊，你跑到墙边就能看到了。好的，进到洞里面之后呢，用鲁班大师给到我们的钥匙打开这个石门啊！不要问大宝为什么突然切换成了女生。问就是素材丢了，不好意思，不过不影响大家的观看啊。鲁班5号发现有入侵者要驱赶我们，这时候它会出现很多这种红色的光线，
千万不要被这个红色光线给知道啊！一知道它就会给我们传出去，又得从头再来，比较的麻烦。遇到高的我们就下蹲，遇到矮的我们就跳起来，不小心被碰到了我就剪辑，时间回溯我跳起来，哎，躲过，接着下蹲。游戏里的我都无语了，怎么办？好，矮的再跳起来。不要以为过了啊，这只是第一回合。那么由于这一个躲光线的流程太长了，没有必要。各位小老板就自己暂停一下视频，然后你们去弄一下就好了。这个太繁琐了，大宝这里没话讲啊，总不能一直在这里尬聊啊，对吧？我就剪一刀。好的，全部躲过之后呢，门口就会打开，在我们的正西方向会有个寻常宝箱，但它并不属于这个速文任务的宝箱，大宝就不拿了，你们过来可以顺道给它拿了。接着我们进门来到地下室里，下了地下室之后呢，左拐视角，下楼再左拐。由于大宝在用这一个号的时候蹦蹦跳跳的，你们看起来观感会很差，所以我就以解说的形式告诉你们下一步该干嘛。那么下了地下室之后呢，首先我们要往这个东方向走，拿到这一个试炼的宝箱。这个宝箱是和速文任务相关的。接着在宝箱的后面还有3把水中的钥匙，记得把这3把钥匙3个一个都别留。3把全部拿好之后呢，班叔就会来找我们对话了。正式领跑就从班叔对话结束之后开始。好，首先我们拿到金桥宝箱，然后拿到旁边的3把钥匙，在这个光幕的3个角落各有1把钥匙。再次强调啊，一定要3把全部拿齐，不然解锁不了下一环。拿好之后呢，就会触发这个动画了。第一段动画结束之后呢，再次和班叔进行一次对话，就可以完成这一个环节。跳过一下对话，跳过完对话之后呢，会给到我们失踪5号的线索。好，和鲁班大师对话完成之后呢，不要着急走啊，我们先关闭这个任务页面，右转视角看往这个西北角落，在这里呢会有一个固影。拿好这个固影之后呢，一个大回头看往这个正南方向，在桌子前面还有一个固影。OK， 这2个固影全部拿好之后呢，我们打开这一个速文页面，点击右下角这个速文固影页面，追踪固影4啊，第1页第1排第4个，点击前往追踪。追踪好了之后呢，我们传送到固影左上角的这一个云来驿传送点啊，跟大宝传过来。传送过来之后呢，我们一个大回头看往这一个东南方向，瞄准我们追踪的固影点位，骑上滑板往前走。在这边有2个固影，我们一次性给它全部拿齐了。来到固影点位，在水边，这是固影4。拿好固影4之后，稍微左转一点点视角，瞄准正东方向，去到水的对面是固影8，骑上滑板往前走。就在这一个小小的码头旁边，拿到最后一个固影。拿好这个固影之后呢，我们固影就全部拿齐了。接着我们左转视角看往这一个西北方向，你会看到在水里有一个蓝色的光束射到天上去了。我们直接往下潜，来潜水。我们之前不是在鲁班大师的房间里拿到了3把钥匙吗？直接依次给它放上就好了。进水锁钥，拿好这一个，往北方向游，放第2个。是班叔实验室里的净水机关。OK， 进水。接着左转视角往这个西南方向走，放第3个。好的，3个全部放完之后呢，中间的这个鲁班5号就升起来了。动画我们就跳过了。接着需要进行一波 BOSS 战，大家自行解决一下。那如果你打不过的话，可以看大宝最新发的一期神机推演的攻略视频，里面同样有这一个鲁班5号的招式解析。好，这一个鲁班5号还是有点难打的哈。那么搞定之后呢，会获得守望之星的任务道具，接着和这一个白发的帅哥进行一个对话，然后跳过对话，再次进行个跳过。那么到这里呢，守望之星这一个环节就全部结束，还剩下最后一个环节，需要我们去到这一个荣耀塔的塔顶，这个就很简单了，我们直接打开地图，往右上角拉，传送到荣耀塔的传送点，跟大宝传送过来。传送过来之后呢，视角不要动啊，就看往这个东南方向有一个机器，我们往前走2步。
跳出去就能进行一个勾锁了。勾上来之后呢，它会给我们带到这一个荣耀塔的塔顶。大宝第一次做的时候，傻傻的在这里爬，爬完才发现有那么一个机器，有点呆呆的。但是你们看视频的就有福啦，嘿嘿嘿，舒服。你会发现这个塔顶空旷旷的，啥都没有，对不对？但是啊，当我们跳下来触发任务之后，会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几次跳过之后呢，我们整个素文任务流程到这里就全部结束。记得拿到这个旁边的皮肤，此处听风完结。拿好皮肤之后呢，旁边的这一个传说宝箱也不要忘记喽。好，全部搞定之后，记得进入到这个素文页面，查看一下自己奖励有没有拿齐，顾影有没有漏掉。那么如果你已经搞定了，就恭喜你，这一套流程跟下来辛苦啦！记得喝杯水，歇一歇，休息一下眼睛，出去看看风景，看看美人，看看腿。那么在跟跑的过程中，觉得大宝领跑的路线够细，攻略够贴心的话，还希望大家可以把大宝推荐给你觉得有需要帮助的好朋友，好吗？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有帮助到你，千万记得点赞、3连加关注一下，我们就下一期视频再见，拜拜。